欢迎来到军令学堂。影片开始前，先来访问一下军令。嗨，我是军令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军令，你为什么想拍写字影片？我想透过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，来帮助大家缩短学习的时间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有帮助到大家吗？请大家踊跃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课程的通知哦。今天的课程内容是长横居中，不宜短。这是文言文耶，我好像看到大家害怕的表情了。其实不要害怕，翻成白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横画如果在字的中间，记得要拉长哦。示范喜字。好，今天要来示范喜这个字给大家看。先看一下喜这个字的结构，来分析一下哦。上面是一个士，再来是一个口，再来是一个横画，再来是点跟撇，再来又一个口。好，怎么安排呢？首先，如果在字体里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部件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写得一模一样大，通常会一个大一个小。那在喜字的这两个口，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哪个大哪个小？在写字的原则里，我们会让下面的这个口大一点，上面的这个口小一些。接着我们再来看到横画的部分了，总共有1、2、3横的横画。那哪一笔的横画我们会把它拉到最长呢？还记得吗？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原则是长横居中，不宜短，也就是在中间的长横我们要尽量拉长它。既然你选择拉长它，那它就变成了字的主笔咯。那我们等一下在拉长横画这个部分就要刻意的去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写这个字，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首先先写横，再写竖，再写横，然后写一个口部，口部结构一点点的上大下小，这里不用太夸张。好，再来我会先拉一个长横，这样子比较好抓字的距离。有时为了去抓好字的结构，我们会去改变一下笔画的顺序，这是可以的哦。好，那想一下你的长横要多长？如果长到这么长，这样子也太夸张了。那如果只到这里，你的起笔从这里出发到这边，那也太短了，凸显不出主笔的地位。所以我们会让它在适当的位置去拉一个长横。好，那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，我们都必须注意一件事，就是尽量要抓取每个笔画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，做到均间的原则。掌握均间，字体就不会太丑。再来我们写点跟撇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口了。刚刚我们说不要两个口写一模一样大，要有大小之别。好，所以上面的口是小，下面的口我们就让它稍微大一些。好，喜字示范完了。在这个字里，我们先建立一个观念，就是长横居中，不宜短。记得让中间横画延伸，让它产生主笔凸显的地位哦。示范要字。好，再来看下一个字咯。下一个字是要，我们来看一下要这个字。要这个字上面是先写一个亚部。好，写亚部的时候不要写得太窄，太窄的话，这样子字体的部件上面的搭配会比较不合适，所以我们要抓一个适当的宽度，先下横画。好，再来我们再写一个亚部。当你两个竖画下来的时候，尽量抓住一个均间分配的原则。
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个女。好，在要这个字里，我们打算拉长它的中间居中长横，让它变成是我们字的主笔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的这个横画要刻意的把它拉长延伸哦。好，那我们写女了，撇女部在下方时，我们要把女部压扁，长顿点，这里的腿拉长。好，然后再写一个撇，跟着撇出去，然后居中长横，抓一个均尖的位置，让它延伸出发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我们就写好我们的要咯。用要字再来跟大家加强第二次居中长横延伸的概念哦。这堂课里，大家只要能够建立这个概念，就算是有完成了课程的学习咯。示范画字。再来看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我们要来示范的是画。画字实在太多横画了吧，又有底部的横画，又有中间的横画，这下子该怎么办？之前的影片我有提过，底部横画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字体平衡的角色，所以我们在字体里如果遇到底部横画，我们会选择拉长底部横画。可是这一集里我又告诉大家，如果有中间横画不宜短，要拉长中间横画，那这样子的说法不就互相抵触了吗？到底同一个字万一出现了底部横画，又出现了中间横画，这样要以谁为主笔呢？哇，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太好了。画这个字就有一堆横画，这么多的横画，到底是要挑底部还是要挑中间？哪个横画才能成为我们的主笔呢？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时，该怎么办呢？在写字时不知道架构该如何处理，能怎么做呢？通常发生这样状况时，我会去请古人来帮忙哦，去找一下字帖里的字，看看字帖里的字是如何处理画这个字的。我在字帖里发现，几乎所有的字帖都是延长中间横画做主笔哦，但也有例外啦，但是那是出现在隶书。好，那画这个字，原来古人是这么处理的啊，我们就学古人拉长中间横画吧。所以这个字我会这么写，首先先写横折，然后再写一个中间横画。好，那中间横画在哪里呢？中间横画就在我现在要起笔的这边了，所以这里请拉到最长。好，再写一个横，再写一个横，再写一个竖，再写一个横。好，这么多的横画，其实有长长短短哦。这个中间横画最长，这边我会让它短一些，这边又长一些。好，再加上一个填补，然后最后再一个略比上面的短横画再长一点的横画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咯。示范重字。再来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讲重这个字。哇，重这个字也是一堆横画，这次重又该怎么办呢？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吧，有请古人来帮忙咯。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字帖吧。在欧阳询的黄埔旦字帖中，同一个重字竟然出现了2种写法呢。有延长底部横画的，也有延长中间横画的哦。所以也就是表示，在处理重这个字时，我们2种选择都是可行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写写看咯。首先，我们写中间横画拉长的重给大家看。好，先写撇，
再写横，那我就拉长中间横画咯。好，再写竖，横折，横横，再写横，再写竖。那么这个横画在写的时候，刻意的比刚刚写的那一横稍微长一些，所以我们的横画错落有致，在写的时候是有它各自的风采的哦。好，这是第一种中间横画。那我们再看，我刚刚说欧阳循环谱旦中有2种处理法，那我们另外一种也写给大家看咯。好，这种我把它变成是底部横画拉长，所以先写撇，再写横，再写竖，再写横折。好，横横横竖，那么我要拉长底部横画咯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你喜欢哪一种横画的表现方式呢？2种表现方式都可以哦。所以重这个字给了我们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中间横画跟底部横画都出现在同一个字里时，你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去寻找字帖里的字，当做我们的参考依据哦。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横画居中不宜短这样子的概念。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，也希望你喜欢我所拍摄的影片，都是我十分用心制作而产出的哦。希望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，也希望借由我的分享，能够让大家在学习硬笔字的过程缩短那些尝试错误的时间哦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